我那么疼惜你，那么信任你，就算你犯了错，我还是会给你机会。没想到的是，你的温柔善良都是在演戏。元娘竟然是被你杀害的，你杀了他还不够，你还要杀人灭口，诬陷十一娘。好一个请君入瓮啊！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自从贤灵阁出事，明镜失踪，我就知道你已经有了防备。可我没有证据，我只能设法让你不打自招。所以我认下了罪名，造成对我最不利的局面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觉得阴谋得逞。侯爷，当时明明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，你为什么还肯相信他？因为我深知十一娘为人，相信其中必有蹊跷，所以我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到了罗家询问十一娘。侯爷真肯信我？我带兵征战多年，自认有几分看人的眼光，能分辨出是非曲直。你是我妻子，我深知你的为人。纵然所有人都怀疑你，我都会相信你。谢谢侯爷。侯爷，现在是明镜失踪了，想要乔连房认罪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乱阵脚，不打自招。只是此事需要侯爷的配合。不出所料的话，罗府现在也有被乔连房收买的人。侯爷可愿与我演一出戏？我们在罗府发生争执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跟侯爷已经决裂，侯爷再在适当的时机给我写下休书。没想到时机很快就到了，乔夫人妖言惑众，推波助澜，于是我便顺势写了休书。所以这封休书是假的？我会让人传言明镜已被罗家人找到，接下来就让十一娘去别院了。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先派了马车出城，随后去了别院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，明镜已经被我藏在了乡下别院。你一看到明镜，就痛下杀手，便已真相大白。为了对付我，你们可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侯爷，我也是你的女人啊！可你为了他，竟然处心积虑的欺骗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先是毒害了元娘，又多次陷害十一娘，欺骗我和太夫人，你又对得起谁啊？你还要责怪侯爷？孩子，这都是你的错呀！太夫人，我是有错，我是有错，可是他就是清白无辜的吗？太夫人，难道您忘了，是罗十一娘屠害灾民，毁了徐家的名声，这都是你亲眼看见的，太夫人。
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忘攀咬别人？凌波，把人带上来。是谁让你教唆秀娘，污蔑徐家的？是乔夫人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去挑唆灾民、起哄闹事，还有那些高价购买绣品的人，也是乔夫人，为的是凭借此事毁掉徐家的清誉，然后推到徐夫人的头上，这样徐夫人就再也无法翻身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为了一己私利，毫不顾及徐家，你也是徐家的人呐。带进来。说吧。当初在别院的时候，是乔姨娘塞给我银子，让我想办法支开夫人身边的贴身侍卫，然后找机会下手。还有害准哥染病的小狗，只要人接触就会生病，也是乔姨娘让我送进来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没错，是我做的，全都是我做的。侯爷，太夫人，该如何处置乔姨娘，请吩咐。侯爷，你来决定吧。乔莲芳毒害元娘，以致她滑胎病重而死，又多次陷害十姨娘，罪孽深重，百身莫属。依照家规，杖责3事后，送入农庄待法修行，此生不得回京。侯爷，这是迎接夫人回来，自然要花点心思。怎么样？侯爷有心了。我今日才知道，侯爷一直在替我隐瞒我在仙灵阁的事。您都不介意吗？起初我也觉得女子不该抛头露面，但是我亲眼见你教授灾民刺绣，我明白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他们，我不该阻止你做对的事。侯爷，我想与你商议一件事。仙灵阁因我而遭到了损失，我想给简师傅一笔赔偿金。
你拿主意就好。如果银子不够，你去向白总管支取。侯爷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若欢喜，我便亦欢喜。侯爷夫人，傅大人让人递了话来，说乔姨娘闹着要见侯爷，一刻都不得安宁。想必他是有话要说吧？你告诉他，侯爷一会儿就去。侯爷，还记得吗？我10岁那年，我娘带我到徐家来玩，见到正在院中抚琴的你。那时候我摔了一跤，你为了哄我开心，给我折了好大一束桃花。那时候我瞧着你，心里就在想，你可真好看呀！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从那以后，我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。你喜欢抚琴，我便仿遍名师，苦练琴技；你上阵杀敌，我便担惊受怕，无一夜浓的安情。就这样梦里梦外，念了你10几年。若只是这些，就无需再说下去。侯爷，我谋害元娘不假，可那罗元娘又是什么好人呢？若不是因为她，我堂堂乔家嫡女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，又怎会沦落成妾室？我是有错，可那罗元娘和十一娘合谋起来害我，难道他们就没错吗？侯爷为何就只追究我一个呢？当日若非你私闯内院，元娘的计谋又怎会得逞？你以嫡女自诩，难道连瓜田李下的道理都不懂吗？况且，此事是元娘所为，和十一娘并无关系。十一娘自始至终都没有为难过你，但你却几次三番地陷害她，如此狠毒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那罗元娘根本就不懂你，罗十一娘身份地位更是不配在你的身边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的妻子。我为了你，尊严、脸面，我统统都可以不要。我为你做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明白我的心意？我爱了你10几年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我？我才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。